明天别人可能会问一些我现在没准备过的问题。我演讲的时候 PPT 可能不会正确的显示，到时候话筒会不会没有电或者声音出现杂音，我的演讲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我这节课可能因此就要挂科了，我的天呐。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ISTJ， 在 MBTI 官方机构选用的22个最能描绘 ISTJ 的词汇中 friendly, caring, ambitious 赫然在列，也就是友好、体贴以及有野心，似乎和刻板印象非常不同呢。不知你眼中的 ISTJ 是什么样的？比如一个 ISTJ 和朋友在公园漫步， SI 指挥官很努力地把注意力拉向曾经相似的感觉经历。这风吹过我的脸，我的朋友走在我的旁边，周围都是鸟儿的叫声，这简直就是上一个月我和另一个朋友散步的重现。当时一切也是这样的感觉，好幸福。举个实际的例子，大家瞬间就理解了。很小的例子，可能就是生活中一个 ISTJ 用了1学期的课本，除了使用的痕迹之外，上面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损坏。可能每次打开书本，每次记笔记，每次使用，指挥官 SI 都很习以为常的努力让书本保持原来的样子。虽然我随手把它丢进书包很方便，但是里面可能会被其他的书本压到，弄折了书角。这个过程对于 ISTJ 来说并不耗能。如果你换一个 ESTP， 告诉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珍惜这本书，不可以有一点损坏。他为了美观未必做不到，但是他不会很喜欢这种拿一个书都必须小心翼翼、束手束脚的感觉，很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吧，又不是说我要送人的礼物，又不是说我要去展示给别人看。另一个例子是一个 ISTJ 在和朋友讨论去哪里吃饭，看起来挺无所谓的，但是朋友提到了引发他熟悉感的一道菜，比如说西湖醋鱼，你可能见到 ISTJ 仿佛被激活了一样，指挥官 SI 开始闪闪发光。我小的时候在奶奶家，她给我做的西湖醋鱼简直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湖醋鱼。她每次做的时候都提前在小碗准备好酱料，那个时候我就会在厨房的凳子上看着，充满期待。如果一个 ISTJ 听到别人说你来试试这个新方法，指挥官 SI 很自然地开始检索这个新方法是否在自己的博物馆里有相关的记录。你这个方法让我感觉好陌生，我也不确定该不该信任，犹豫啊。但是如果能把新方法跟他所熟悉的方法做个对比，了解其中的差异，指挥官 SI 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原来如此，我以前一直都是这样。这个方法把2、3个步骤合并起来，难怪我觉得有些不同。现在我懂了，我可以试试看。比如一个 ISTJ 的家长从来没有接触过心理咨询，在专家的劝说下勉强同意了让孩子进行心理咨询。指挥官 SI 很可能会开着雷达，很留心心理咨询到底有没有给孩子变化。孩子看起来确实更轻松了一些，和之前紧绷的状态有所不同。副指挥 TE 呢，很可能就会把注意力放到那些具备实际意义的标准上。就算如此，可是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达标，作业照旧完成度很差，也没有增加孩子愿意跟我说话的频率。很可能对心理咨询不够熟悉的 ISTJ 就很希望拿自己熟悉的内容来做对比，指挥官 SI 就会参考自己过去类似的花销。我之前给孩子报了一个补习班，费用差不多，但明显最后孩子成绩进步了。上次我们参加的那个夏令营，孩子回来感觉也跟我交流多了很多。副指挥 T 很可能因此有些不满，这个心理咨询的花费性价比很低啊，甚至咨询师都不能告诉我明确的解决孩子问题的时间节点。最后 ISTJ 很可能得出结论，心理咨询有用，但不多，孩子没必要继续了。孩子很可能就容易从中感受到情感层面的被忽视，好像自己感受的好坏一定得通过某种验证的标准去衡量才作数。但是这对 ISTJ 而言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感受越来越好了，你的学业、你的社交表现不理所当然的应该越来越好吗？如果都没有事实性的变化，你的感受是不是有点太虚幻了？同时副指挥 T 拿小组任务做例子，副指挥 T 分配好自己的任务，比如说有些偷懒的成员提前就得监督他们做完自己的部分比如我们第1步要做这个，第2步、第3步就要做那个，最后截止日期前我们就可以完成了。ISTJ 也会很信任自己的指挥官 SI 我很清楚自己的步骤是可靠的，在之前已经证明了类似的方法可以有序的达成目标。但是 ISTJ 往往并不喜欢成为那个台前的领导，因为指挥官 SI 格外的需要时间去对比与理解事物， ISTJ 反而更喜欢去成为幕后的那个管理者，这样可以多出很多时间去更周密的安排和计划。人带回自己眼里正轨的方法，重视的呢
却并不一定是对方的情感体验，而更多的是事实逻辑。结合指挥官 ISTJ 真的好像一个检察员一样，不断提醒别人之前犯的错，经常帮助这个人把现在发生的事情和过去做对比。每次这个人一犯错，指挥官 SI 可能就出来说，你上次也是这样的，当时你得到了不好的结果，你应该吸取那个时候的教训。那副指挥 T 又很看重事实标准啊，你说你很难过，你说你听我的话很懊悔，但实际上我看你反复还在做这件错事啊。我知道和你说这些让你心烦，但是事实上就是你没有达标，我当然还是得再提醒你。有人可能觉得啊，果然 ISTJ 都是这样喜欢唠叨的顽固人士，大错特错。你仔细回顾一下，会发现例子中的 ISTJ 很清楚自己带来了不愉快，而且也并不享受给别人带来不愉快。只是副指挥 T 寻求的这个客观标准一直没有办法被达成，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眼中最有用的方式提供帮助和支持，那就是指挥官 SI 经常做的事情，回顾过去，吸取教训。比如 ISTJ 走在路上遇到一个在做志愿者的小朋友向 ISTJ 募捐，指挥官 SI 可能之前会因为之前的一些慈善机构的不良事迹记得很清楚之前好几次看到新闻里提到利用群众善心诈骗的事情，我得小心一些，了解清楚背景信息。副指挥 TE 又特别的希望了解实际的情况，去掌握这个金钱的流向来降低风险。你告诉我具体募捐的单位是哪个，最后善款会被怎么使用，我可以怎么追踪自己善款的去向。对方可能不一定那么清楚，然后回答让 ISTJ 没有特别的满意，于是副指挥 TE 可能觉得这个小朋友前来募捐，至少得花点功夫了解清楚钱款去向。按这种情况，怎么能够信任他？怎么能够让别人愿意付钱呢？指挥官 SI 也会同意。他自己都不熟悉他在做的事情，连捐款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掌握好，真的很难信任啊。这时候小助理 FI 可能就出来插嘴了。你是不是太无情了一些？你真的想当一个这么冷漠的人吗？你想想，他就是个小朋友啊！你想想自己曾经也有充满热情，但是什么都不懂的阶段，那个时候你被人质疑的感受如何？很不好吧？我可以去给我信任的机构捐款啊。副指挥 T 也附和，确实，那样我的钱款去向还有保障，能够确保真的带来了实际的帮助，改善一些人的生活。小助理 FI 最后忍不了了。重要的是你自己想传达什么样的心意啊！我确实很同情这个慈善机构面向的群体，也很认可小朋友愿意参与慈善活动。我这么犹豫还问这么多，小朋友会觉得我很小气，或者感觉到我很冷漠吧。要是我去当志愿者，面对这种情况，我肯定会很受打击，很难过的。比如一个 ISTJ 和另一个员工在竞争一个岗位，那个员工在一个项目上有一个错误的操作，没有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但是 ISTJ 发现了。小助理 FI 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道德、信念、个人的感受上。我肯定不希望我自己的错误明明补就好了，却被别人举报。而且如果我为了只为举报他，感觉是一种背叛，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副指挥 T 也很可能希望考虑到实际的结果。我需要证明我自己的能力比他强，而我没有犯错，他却犯错了，这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他犯错是事实，并非是我捏造出来的。指挥官 SI 很可能会关注之前的经历。这个人我也并不熟悉，难以确认他是不是经常会犯这种错误的人，可能确实他不适合这个岗位。小助理 FI 可能会有所挣扎。你举报他真的自己会安心吗？晚上睡得着吗？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小助理 FI 没有那么自信的，最后可能反而被指挥官和副指挥说服。我好像也没什么对不起自己的，我知道我自己配得上经理这个岗位，而且我只是向公司反映实事求是的情况罢了。最后 ISTJ 成功挤掉竞争对手，当上了经理，并且内心没有太多的愧疚感，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要是 ISTJ 和这个员工有不同的过往，事情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比如指挥官 SI 回忆起这个竞争对手，我很熟悉这个人，他也非常的可靠，他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不是他平时会做的事情，不符合我对他的印象，我也相信他以后应该也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小助理 FI 得到了指挥官的支持，声音就会更坚定。不行，我不能因为他难得的一个失误就去举报他，这样做我自己也不会安心，就算我当上了经理，也没有办法对自己感觉良好。
副指挥 T 这时候就会起到另一个作用了，可能会去找这个人沟通，试图从利弊的角度去跟对方协商。你在这里犯错了，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去举报你，但是经理会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这样的错误在经理的岗位风险很大，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比如一个 ISTJ 要去做演讲，指挥官 SI 说，我做了周全的准备和计划，稿子我已经背熟了，而且演讲的主题是我很熟悉的领域。副指挥 T 说，很好，现在我需要早点休息或者充足的睡眠，这样明天早上我的身体可以保持最佳的状态。ISTJ 躺在床上，结果菜鸟 NE 不受控制的跳出来，明天别人可能会问一些我现在没准备过的问题，我演讲的时候 PPT 可能不会正确的显示，到时候话筒会不会没有电或者声音出现杂音，我的演讲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我这节课可能因此就要挂科了，我的天呐，好多好可怕的可能性。然后小助理 FI 跳出来说，不行，我是个优秀的学生，我不希望我有什么失误，我不能成为那些我看不上的，因为自己准备不够认真最后失败的人。最后 ISTJ 可能翻来覆去一整晚都没有睡觉，甚至半夜爬起来重新准备自己的演讲，就是为了再三确认自己到时候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可能指挥官 SI 说，我已经按照我所熟知的方法，根据各种可靠的资料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但菜鸟 NE 可能不停地说，有没有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你没有考虑到？有没有可能你以前的方法在这里根本用不上？有没有可能你因此错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这个时候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ISTJ 说不定真的就一改常态，选择去按照一个从未做过的方式来准备自己的演讲，最后的结果可能反而不尽人意。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不 ISTJ？ 没错，这就是人格有趣的地方。